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开启任内首次外访，在欧洲的8天的时间里，他将连轴转参加7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拜登此次欧洲之行能否实现拉拢欧洲盟友、稳住俄罗斯、制衡中国3大目标？特别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欧洲留下的创伤。如今拜登成为美国总统，欧洲会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吗？来看看报道。拜登欧洲之行的首站是英国，他和夫人将于当地时间周3首先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在那里与派驻英国的美国空军部队会面。周4，拜登将到访英格兰康沃尔郡，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面，重申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周5起，拜登将出席为期3天的G7峰会，之后飞往布鲁塞尔参加下周2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私下会晤。下周3，拜登将在瑞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美联社周2的报道称，烦透了特朗普的欧洲各国对于拜登的来访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特朗普经常制造混乱，相比之下，拜登更强调对盟友的支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表示，拜登本周的欧洲之行将表明多边主义依然存在，美国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合作伙伴。尽管欧洲是拜登任内外访首站，拜登也极力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盟友关系。不过，不少西方媒体和专家认为，美欧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德国焦点周刊周2评论称，拜登希望开启新的跨大西洋关系，但是美国已经发生变化，欧洲也希望获得更多战略自主。在气候、疫苗、贸易、安全等关键领域，欧洲将与美国加强合作，但在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步调与美国可能会有偏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拜登上任已4月有余，却至今尚未任命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和驻欧盟大使，显示华盛顿对此事漠不关心。欧洲盟友逐渐认识到，无论拜登表现得如何友好，这位号称坚定捍卫跨大西洋关系的总统已不再把欧洲政策放在首要位置了。目前，拜登政府的重心已转移至解决国内问题，减少了对欧洲盟友的成本投入，但却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这已成为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报道还引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称，拜登相信盟友是美国对抗中国的关键优势，而欧洲盟友更是这个新生的所谓反华联盟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分支主任普格里林评论称，美国对欧洲根本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利益之交。美国对待盟国的其实原则基本上各界政府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盟国必须服务于或者服从于美国的利益，而不能反过来美国去服务于盟国的利益。包括北约，其实也是为了控制欧洲各国的这一种制度的设计。在这里面，其中肯定美国是发挥了最重要的主导和控制作用。这点其实事实上的话，欧洲盟国也很清楚。未来的话，美国不管他讲还是不讲美国优先，但是美国始终是以自身利益优先的，而不是盟国利益优先。所以我相信的话，在过去这几年下来，欧洲盟国其实应该说是，寒天饮冰水，冷暖在心头了。出访之前，拜登在周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此次访欧之旅是为了实现美国对盟友和伙伴重新做出的承诺，并展示民主国家有能力在应对挑战的同时遏制新时代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篇文章中，俄罗斯和中国是拜登点名要应对的国家。本周5将在英国登场的G7峰会就将聚焦中国议题。日本媒体的报道披露，美日两国正积极游说其他成员国，要在峰会后的联合公报中首度直接提及台湾海峡，力求欧洲盟友在台海议题上与美国坚定站在同一阵线，以此来对中国施压。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7国集团还决定在峰会上出台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的举措，预计将在联合公报中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透明且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援，为深陷疫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提供支持。对此，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周3发文指出，事实上，美西方为寻找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已有整整8年，但G7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了这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文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意味深长的表达，它植根于中国曾经作为被殖民地的历史和现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之对应，美西方的失败正是由于它的历史恰恰相反，它主要是作为殖民者对这些国家进行剥削和征服。美西方既没有所需的经验、同理心，也没有真正的动力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富裕的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现有差距是一条多维的鸿沟。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国家，尤其是这次受疫情影响，本身经济复苏乏力，前景就是非常的不乐观的。那么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真金白银拿出来，他连应对自身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已经现成左吃右出了这么一个局面。另外一方面，中国多少年来我们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我们对推行“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也不附加什么苛刻的或者是不利的这种政治条件。但这样西方国家恐怕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为求遏制中国崛起，美国一方面拉拢欧洲传统盟友，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充满冷战思维的印太战略。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曾在5月底公开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在一套新的战略下运作，其主导模式将是竞争。他还将美国政策的转变归咎于中国，并拿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动和所谓战狼外交举例，试图证明中国正在朝着严苛力量和硬实力方向转变。周二，坎贝尔出席一场智库活动时又妄称，在过去1-2年里制造最多问题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他称，中国的外交政策机构明白，北京政策包括南海军事化，以及在全球外交政策上所采取的强硬态度，都引起全球反弹。因此，已经有其他国家对于加入美日印澳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有兴趣。该平台在下半年还会深化合作，举办领导人会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3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注意到坎贝尔说全球对中国政策的强烈反对，这个说法用来形容美国自己更加恰当。美方的有关人士习惯于以国际社会的代言人自居，但事实是美国代表不了国际社会，美国只能代表美国自己。关于坎贝尔说给中国制造最多麻烦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自己，汪文斌回应道，坎贝尔的言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过去几年，美国奉行错误的对华认知，对中国进行疯狂的遏制打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利益。针对美方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中方不得不做出正当必要的回应，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顺应时代潮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停止渲染炒作中国威胁，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合作和两国关系改善的事，而不是相反。新华社周3发表国际时评指，美国大搞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将多边主义圈子化、意识形态化，实在荒谬。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行所谓印太战略，胁迫绑架盟友，炒作制造战略敌人，不遗余力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利益同盟，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安全隐患。一定程度上来说，拜登政府现在对华政策其实跟特朗普政府没有太大的或者是本质性的区别。它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轨道，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遗产。虽然在某一些方面有所微调，比如说在气候变化方面，中美开展了一些有限的合作，但是对于中国的崛起，拜登政府依然保持高度的戒备，而且会采取所有的手段，集合他的盟国也好，去对中国的发展进行打压和围堵。那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南海问题上，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打压和挑衅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